朋友们，前几天我看到中文媒体报道过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老板开小米 SU7 的报道，以为是假新闻，就没当回事。今天看见德国汽车门户网站以及瑞士德语媒体也报道了这件事。从报道可见，美国人呀集体大破防，这也违反了西方的政治正确。所以福特老板的行为简直等同于卖国，这是比较讽刺的。相反，华为老板任正非曾经说过，我们家的人也使用苹果手机，不用别人的手机怎么知道彼此的差距呢？怎么知道取长补短呢？可见啊，西方所谓的开放包容全是谎言。现在与大家分享德语媒体的报道以及一些网友的评论。福特老板对中国电动汽车赞不绝口。福特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私下驾驶中国竞争对手的电动汽车已有好一段时间，他对这款车非常满意。在此之前，法利主要驾驶他的福特 F-150 Lightning， 并对这款电动皮卡赞不绝口。但在一档播客《万物电器秀》中，他向主持人罗伯特·卢埃林透露，他对自己现在的电动汽车也非常满意。令人惊讶的是，6个月来，这位福特公司首席执行官竞争对手的汽车小米 SU7。我不喜欢谈论竞争对手，但我开的是小米。我们从上海进口了一辆到美国芝加哥，我已经开了6个月了，我不想放弃它。法利说，他想在更长的时间内测试这辆小米电动汽车的日常使用情况。他在一次中国之旅中萌生了这个想法。这位汽车业巨头在接受采访时称这是一次启示。小米可能很快实现盈利。最后一个是关于小米产品的。在西方，我们的手机企业没有汽车部门，但在中国，华为和小米这两家最大的手机公司都整合在每一辆生产出来的汽车中。小米是全球第3大智能手机制造商，将于2025年推出第2款汽车 MX-11。与福特不同，小米没有超过120年的汽车制造经验。就在小米公司推出其首款汽车的几周前，仅次于三星的全球第2大智能手机制造商美国苹果公司取消了其电动汽车计划。汽车行业分析师认为，到2024年年底，小米将凭借其电动汽车首次盈利。法利现在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他所获得的经验为自己的公司及其产品服务，我们拭目以待。下面有个调查，您如何看待福特首席执行官去了解竞争对手的车？左边这个问题的意思是完全正确，毕竟必须知道竞争对手在干嘛。右边这个问题的意思是不可取，他该测试自己企业的电动汽车。我们可以看到，从不到1000人投票来看，45%的人觉得不好，35%的人不置可否，余下的是赞成的。总结，福特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驾驶小米 SU7 6个月了，以便测试它的日常使用情况。据分析师称，以智能手机制造著称的小米正在进军汽车市场，并可能在2024年实现盈利。这些经验可能会对福特产生影响。朋友们，正好一家瑞士的德语媒体日报也报道了这件事，我们也来看看。老板亲自试驾，福特老板对中国电动汽车大加赞赏，却遭到来自美国的批评。吉姆·法利驾驶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已有约6个月时间，专家们对他的选择提出了尖锐批评。福特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到目前为止高度赞赏他的电动皮卡福特 F-150 Lightning。不过，他在一次播客中透露，他已经驾驶竞争对手的电动汽车小米 SU7 长达6个月之久。他强调自己对这辆车非常满意。我们把它从上海空运到美国芝加哥，我已经开了6个月了，我不想放弃它。这是他目前的结论。法利对中国科技制造商小米的电动汽车赞不绝口，它太棒了，他们每个月卖出1万辆到2万辆，而且提前6个月都卖完了。他继续说，在西方，我们的手机公司没有汽车部门，但在中国，华为和小米这2家最大的手机公司都在生产的每辆汽车中集成了他们的手机。
美国能源专家自打脸。法力驾驶中国电动汽车的决定引起了轩然大波，并遭到了批评。美国能源研究所的杰森·伊萨克说：“这是打脸，尤其是福特公司从美国纳税人那里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补贴，以促进美国电动汽车的生产。”伊萨克说，能源部在2023年向福特公司提供了92亿美元的有条件贷款，用于在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建造3座电池工厂。这些工厂将为福特和林肯电动汽车生产电池。甚至在福特公司首席执行官法利公开表示对小米汽车的热情之前，他就曾多次指出中国汽车业对西方制造商构成的威胁。今年5月造访中国后，他将中国汽车市场描述为对西方制造商的生存威胁。他对中国电动汽车的质量印象深刻，并解释说中国制造商在竞争中领先一步。电动汽车继续给福特带来高额亏损。与此同时，福特的电动汽车业务依然处于亏损状态。上一季度，该部门的运营亏损高达12亿美元。相比之下，福特燃油车的毛利为16亿美元，商用车的毛利进一步增加了18亿美元。首席财务官约翰·劳勒指出，福特今年将把电动汽车部门的成本降低10亿美元。在开发新的电动车型时，公司将确保支出与最便宜的竞争对手持平。他在 CNBC 节目中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市场，成本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福特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下跌超过 5%。该集团目前预计今年调整后的毛利仅为100亿美元，而此前的预期范围为100亿至120亿美元。劳勒指出，保修开支居高不下，土耳其的通胀压力也较大，这将使当地生产的汽车在欧洲的售价更高。与此同时，福特上季度的营业额同比增长了 5.5%， 达到462亿美元，利润为 8.92 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约1/4。好，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网友评论吧。第一条评论：知己知彼，其他的一切都是鸵鸟政治。下条评论：我敢打赌，福特 F150 Lightning 的价格在中国也无法接受，这也许就是福特过去5年在中国发展如此糟糕的原因。他们和德国制造商一样，错过了时机。我们继续往下。报道中提到，美国给了福特92亿美元补贴，于是这位网友发表评论说，这是惊人的言论，因为欧盟声称中国政府对电动汽车生产进行了不适当的补贴，以此作为对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的理由。现在这是否也适用于福特公司？美国汽车是否也很快被征收惩罚性关税？我们继续往下吧。在我看来，如果贷款偿还得当，就不是不恰当的补贴。让我们继续往下看。即使我们复制那款小米的复制品，最终看起来仍然是欧洲的车。下一条评论：对于这样一辆100公里耗油高达20升的汽油车来说，每一辆电动汽车都是对美国国家的侮辱。特朗普上台后，这种现象可能会愈演愈烈。过去在瑞士，这样的东西会被驱逐出境。如果届时汽油价格是现在的3倍，可能会发生全国性的反抗。我们继续往下看吧。那款福特 F-150 Lightning 是电动车。下条评论：由于实际上只有一种顶级空气动力学外形，电动汽车将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千篇一律。要想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唯一的方法就是提高内部技术和质量。法律说得非常对，公司老板们通常甚至不知道竞争对手在做什么，尤其是不知道他们在什么方面与竞争对手不同或者做得更好。他们通常只能从宣传册和产品目录中了解情况，因此亲自尝试实际上是必须的。这一点最好在日常使用中体现出来，而不仅仅是在试验台上。下条评论：我已经在亚洲驾驶中国的 INY 6个月了，它的制造质量、手感和舒适度都达到了很高的标准，运行成本低得离谱。中国电动汽车正在撼动西方市场，与中国垃圾没有半毛钱关系。比亚迪、广汽、吉利、长安、名爵等
都提供很好的汽车，只是个人定制选项比较少，通常只能选择颜色。我们继续往下，那就祝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好运吧。很快我们就买不起最好的电动汽车了。我们看下条评论，小米汽车简直就是场灾难，从刹车失灵到机械门锁缺失，发生火灾时无法打开。中国的东西就是中国品质。一个汽车制造商的经理竟然认为这样的事情是可以接受的，这实际上足以说明他的公司对汽车质量的预期。买福特，开福特，扔福特。下条评论，朋友们啊，对上面那位网友对中国产品的偏见，这位网友看不下去了。他说，我认为你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和进步速度令人印象深刻。5年前我会支持你的说法，但是今天作为中国电动汽车的车主，我可以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中国的汽车通常可以与西方知名品牌相媲美。为什么不呢？中国制造商生产的汽车比西方一些汽车企业生产的还要多。他们现在知道质量、可靠性和驾驶感觉意味着什么。目前我私人拥有3辆汽车，一辆德国豪华车，一辆日本家用车和一辆中国电动车 INY。 无论是开短途还是长途，我的家人和朋友们无一例外都喜欢开中国车，舒适性和空间都非常出色，运行成本与小型摩托车相当，在各方面都无与伦比。好，我们继续往下吧。这位网友也在反驳那位对中国产品有偏见的人。他说，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东西几乎没有一半能正常工作，从智能手机到厨房用具，到电视机，到集装箱船，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使用中国制造的优质产品。下条评论，这位还在为自己辩解。他说，我曾经在中国工作过，对那里的开发和生产方式非常熟悉。我不知道您是否知道，许多中国人自己都避免购买中国的产品，如果他们买得起非中国产品的话。总的来说，我发现他们对中国企业或产品完全没有认同感，快速和马虎是那里的主流。考虑到那里的工资水平，这也不足为奇。来自中国的一流质量，是的，消费品最长使用寿命为2年。顺便提一下，小米 SU7 的刹车和车门问题是众所周知的，这也是有据可查的。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当我看到电动野马汽车时，我能理解这个人。你应该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但肯定不能驾驶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西方必须重振雄风，电动汽车并不是人们所希望的救星，但像这样向中国投降的企业高管是不行的。好的，朋友们，德国及瑞士德语媒体的报道及网友评论就到这里了。有些西方人呢，还从意识形态及种族歧视出发，敌视中国产品或不接受像福特老板这样的行为。我一点不觉得奇怪，这样的西方人一直都会存在。瑞士人其实与德国人的思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那就是傲慢与偏见并存。